朋友们，这世间所有的烦恼与痛苦呢，只存在于你的念头里。当你感到忧虑恐惧时，它们只是你的一个个念头；当你感到幸福圆满时，那依旧也是一个个念头。我们的情绪是连绵的念头，对自己身体的认知也来自念头，乃至所谓世界、宇宙、星辰的运转，终究是你的念头。所以修行呢，修的只是心中的念头。所谓降伏自心，解脱烦恼，解脱一切苦，我们要去降服和解脱的，也只是自己的念头而已。人生在世呢，除了身体上的病痛，其他所有的痛苦、烦恼和迷惑，都只是我们自己的念头而已。有时甚至我们不为自己的身体病痛贴上标签，不再升起念头去思考和担忧什么，身体的病痛反而会变得轻微一些，不再那么难以接受和忍受。因为终究一切感受本身其实都无所谓好坏，只有在念头中才会产生好坏、顺逆、恐惧、期盼等等区别。因此所谓的修行，本质上修的都是心里的念头。但要注意的是，我们不是要把念头修得越来越美好，越来越清净高尚。真正的修行是要学会与自己的一切好坏善恶念头和平共处。能够与一切念头和平共处，便是学会了与自己和平共处，与世界、与他人和平共处。而这种和平共处的方法，便是不间断地关照每一个起心动念。在这种不间断的关照中，会有一种超越念头与思想的宁静和解脱浮现。但是我们一旦试图留住和理解这种解脱与美，那么就又会陷入念头妄想。因此所谓的不间断关照，是要不间断地关照到任何一个念头，包括你最坚信不疑的信仰，其实也只是要被关照的一连串念头。每一个清明关照的瞬间，便是与每一个念头和平共处的瞬间，便是本自解脱的瞬间。因此我们这一生不是为了最后的那个圆满，而是为了当下圆满。修行也并不是要修到想象的美好远方，恒常的解脱从来不在别处，只存在于对每一个当下的清明关照中。举个例子，当我们在思考某种高深的道理和智慧时，我们要清明地关照到意识里一字一句的发生。无论我们思考的内容是高尚还是低劣，往往都是语言文字。而不间断的清明关照，是要关照到意识里那一个个字蹦出的瞬间，将这样清明的关照连接成一片，你就会发现心中不再有任何迷惑和问题。因为这种清明的瞬间，这种超越意识言语的清晰宁静，就是一切问题的答案。所有的问题都源于我们陷入了念头和妄想的运转里，而唯有一种解脱，便是不再陷入任何意识妄想中，只是去清明地关照到每一个妄想，每一个推测，每一个假设，每一个探求，每一个智慧，每一个愚蠢，每一个高尚，每一个低劣，每一个念头的发生。而与此相反，丧失清明关照后，我们可能会意识运转很久后才会猛然发现，自己刚才好像胡思乱想，不受控制地思考了很久。这种丧失关照的思考就是无明妄想。哪怕我们是在思考智慧和圣人言论，真正的实修不是说自己看了多少书，明白了多少问题，最落到实处的修行，只是不间断地关照到每一个起心动念。所以我们经常能听到一些老僧会称自己为老衲，那即是那，意思是收纳容纳每一个念头，不放过任何一个起心动念，清明地关照到每一个念头的发生，便是纳尽一切念头妄想，这便是老衲。所以我们一定要明白念头是什么，
心呢，就像一面镜子，任何念头的产生，都本来在这个心境的映照中。每一个念头皆是在心中出现的一个影像。那么我们为什么会区别在影像里面有好有坏，有对有错呢？为什么我们会对影像产生分别呢？只有一个原因：你不在镜子上，你在影像上；你不在心上，你在事上；你不在内，你在外；你不在感觉上，你在感觉的内容里；你不在知道上，你在知道的事情里。所以任何念头出现就是一个影像的出现。当念头以影像的形式出现的时候，只要你知道它是影像，那还何来好何来坏呢？大家现在就可以做一个测试，把你脑海当中所有的怨恨恼怒烦的念头拿出来，以及你怨恨恼怒烦的对象也拿出来。我说拿出来就是想一下，想出来。好，现在回到心上，此时你在心上再看你这些念头，就会发现它们皆是影像。那影像具不具备伤害力？大家有没有发现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思想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念头，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的认知，我们每个人都充斥着无数个对对错错，但不知道这些东西全是影像而已。只要你能清明地关照到它们，那它们就无法影响你。那么我们该如何清明关照到每一念呢？对于修行人来说，最容易丧失清明关照的时刻，往往是自己在思考智慧的时刻。这也好像世俗的人最容易丧失理智的时刻，就是在酒色财气上，那些最容易让我们动念动情绪的时刻，恰恰就是最需要修行、最需要关照、最需要保持正念的时刻。所以如果你是一位修行人，当你的意识里产生了解脱、无苦、真理、实相、觉知、觉性等等概念，在这样的瞬间呢，你会面临两个选择，一个是陷入意识妄想的运转里，用更多的词汇和语言来理解和搭建那些概念，而另一个选择便是清明地关照到意识是怎么运转的，每一念、每一字句是如何产生的。在对每一念的清明关照中，某一瞬间妄想的惯性便会被终止，内心本自的清净便会浮现，那个无念的清明间隙，那段意识妄想停歇的间隙，才有助于你体悟实相。同样，如果你是一位生活中的普通人，当你感到痛苦或烦恼时，你能否瞬间关照到自己那种想要脱离痛苦、想要追求解脱、想要离苦得乐的念头动机？某种意义上，正是因为我们不接受那一刻内在不适的感受，反而导致了烦恼的加剧。而在清明的关照中，我们只是如实的关照正在发生的每一种情绪，每一个细微念头，并无所谓好不好、喜欢不喜欢、接不接受。如果产生了一个不接受的感觉，那么这就是要被清明关照的另一念。如果产生了一个有所得、有所悟的感觉，那么这也是要被清明关照的另一念。如果你告诉自己要保持关照，不要丧失关照，那么这还是要被清明关照的一念。如果你感到无所适从，不知如何入手，那么这种迷惑与无力之感依旧是要被关照的一念。所以无论你会还是不会，懂还是不懂，无论你是烦恼还是喜悦，是迷惑还是了悟，你只需要如实的关照而已，只需要如实的和那一刻的自己，和自己那一刻的念头感受待在一起，这样便已经是处于如是观之中了。终有一刻你会发现，时时刻刻都有事情在发生，但恰巧时时刻刻也在发生着解脱。因为任何正在发生的事情，都只表现为你的念头感受而已，而在每一个念头里，都有着那本自不动、本自解脱的
超越一切语言描述的清明关照。所以，我们即便正在念念相续，其实却本来是念念清醒、念念不染的。所以，有念无念皆随缘，念好念坏自生灭。如此，也便是《圆觉经》所谓的一切障碍，即究竟觉、得念失念，无非解脱。成法破法，皆名涅槃。总之，一切的修行方法都离不开观。某种意义上，就算我们读再多的经典，悟再多的智慧，起初的目的也只有一个，便是不再相信意识产生的任何想法。当意识能够从一切想法和情绪中脱离，内心的解脱与宁静便会浮现。而实现这个目标的途径唯有观。明白了吗？好了，非常感谢你能看到这里，希望能对你有所触动和启发。我们下期再见。